一天。你得给我时间，让我把过去的事都忘掉才行啊！给我时间，菲儿，我需要时间，让我忘掉过去。菲儿，你给我时间。菲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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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！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们了。你听我解释好吗？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们只是邻居而已，这是你们的自由。菲儿，一天他喝醉了酒，而且我也不太冷静，真的。你不要说出去好吗？这样对一天不好。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我们俩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有什么又怎么样？白领公寓总算有一件浪漫的事。你们继续，我走了。哎，菲儿，菲儿，菲儿。菲儿，Congratulations！ 你什么意思？恭喜你！我的事情，你管得着吗？等一下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吗？这是我和一天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有关系吧？但这和任菲儿有关系。哼，任菲儿。任菲儿是谁？是他老婆吗？榴莲，你很聪明，很大胆，也很多情，但是你不够善良。康平，你很善良，很正直，很有义气，可是你不懂爱情。但是你不能去伤害别人。我承认，这件事情菲儿受到了伤害，也许对不起一天，也对不起你。可是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做才能得到一天的心？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得到一天的心了吗？对，我是从乡下来的，我没有舞蹈细胞，我没有艺术细胞，我长得不够人家漂亮。可是现在任菲儿走了，一天她终于可以看我一眼了。榴莲，
你为什么非要强求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跟你说了对不起了。榴莲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这么做，就是想证实一下，我到底会不会后悔。你错了。对，我一开始就错了，我现在还是错了，就让我错到底，好不好？康平，一天啊，我问你，你今天看到菲儿了吗？他的行李放在了房间里面，但人我却没有看到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你你好。你好。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昨天晚上我喝了点酒，有些醉了。我听人家说，喝多了会对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，是这样吗？我没喝醉过。也许是这样的吧。你问我这个问题，就好像是问一个死人天堂里边好吗？那么死人是无法回答你的。我来吧。给我。好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帮你和菲尔搬家。帮我搬家？对。我和菲尔都想换换环境，换一种合租的方式。你和一天合租，我和菲尔合租，你们同意吗？我们都同意了。易大老板，你不愿意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不过这是你的事。很高兴你这种态度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以后做有些事情要记得关门。你说什么？请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又不是在法庭上，没必要把口供说得一清二楚。你的事我根本就不想管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划清界限，你的、我的，各分各的。那随便你。
这是你的主意。嗯。哼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？你不必谢我，我也是在为自己创造机会。因为事实会证明你是错的，我是对的。菲儿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不听。哎，菲儿。一天，你要走吗？是。你早饭吃了吗？好。菲儿，你要走啊？我想，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。哦，一天，我煎了鸡蛋和面包，你看见了吗？哦 ，sorry， 我没有看见。哎，一天。你好福气啊！咖啡、吐司、煎蛋。你吃的什么呀？稀饭、烙饼、咸菜，没你那么洋派。家乡风味儿啊！你，喂，一天吗？对不起，我是康平。怎么了？你不用上班了？老板叫我去 call 客户，你呢？还在收拾残局吧？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挂了。我没什么事，我只是想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人吃早点的话，我想肯定会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分享。对不起，我一个人吃挺好的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是电梯出故障了吧？什么？出故障了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应该马上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吧？你想，应该。那万一呢？要真是有万一的话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怎么会没有办法？你不是搞电脑的吗？可是电脑和电梯并没有什么关系啊！电梯不是电脑控制的吗？啊，天哪！你简直是在这儿无理取闹！我无理取闹？我是在想办法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儿等着。等着？你看，这不是好了吗？我们住几楼？啊？我问你，我们住几楼？7楼啊。那现在去几楼？1楼。你怎么了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再往上走？这电梯怎么了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电梯坏了！这电梯怎么连报警电话都没有啊？真是的。这样也好。什么？我今天其实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我不听。不管你关心不关心，有没有兴趣，我都要告诉你。我的游戏软件做完了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做出来以后第一个让你看的。我不看。你当初
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。本来今天这个软件要交给专家测试的，但是我却推到了明天。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来分享这个游戏。你的事不关我的事，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电梯什么时候修好。你真的是没有兴趣吗？我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鬼地方。倒霉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快看看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？电梯坏了！听说是菲儿打的电话。一天也关在里面。一天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哎，电梯马上就修好了，你千万别着急呀，你再忍一会儿啊。菲儿，你别着急啊！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菲儿，维修队已经来了，很快就能修好的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恨我。你心里明白？我不明白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们通电话的时候，你还好好的。你别装了。我承认，在那天接到你电话之前，我接到了韩毅的电话，结果我错把你当成了韩毅。可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你得听我解释啊！你干嘛变得这么武断呢？行了，你就别编了，请你不要侮辱我的智慧。可是我……你住嘴！师傅，你再快一点！师傅，麻烦你再快一点好吗？再快一点！一天，菲儿，我跟康平都在外面等着你们呢，别着急啊，很快就好了啊！再快点啊！天哪 ！Hate skate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在骂人？谁骂人了？这里就我们两个，请你不要说鸟语。我说的是 hate skate， 就是倒霉倒运的意思。这还不是骂人啊？你一定以为我是扫把星？你要是舒舒服服的在家里喝着咖啡吃着吐司，你怎么会遇到这么倒霉的事儿啊？唉 ，good luck。你又在说什么？我说 good luck 是我好运，可以吗？我真是庆幸没有和你再合租，继续住在一个屋檐下。能远离你这个蛮不讲理、莫名其妙的女人，真是我的幸运，所以我才说 good luck。好，你不愿意看见我，我也不愿意看见你。开门，我要出去！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出去，这里是几楼？我要出去，我要去上课。开门呐！一天。哎呦喂，行，人没事就行。哎，走吧。哎，这好嘞。一天，你没事吧？下班了，薇。哎，今天没加班呀？没有啊，你也挺早的嘛。啊。你这么早赶回来，是给一天做饭吧？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谈不上不舒服。刘磊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跟一天单独在一起好几天了，他对你怎么样？他对我很好啊，怎么了？是很客气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他对你到底怎么样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他对我是很客气，这不好吗？那要看你是怎么想的了。如果你期望的过高，你不觉得这种客气很难受吗？难受，恰恰相反，我现在的感觉越来越好。而且这种事儿本来就得慢慢来嘛。我敢打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如果哪天你发现不可能了，我希望你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向一天和菲儿解释清楚。康平，我没有什么要解释的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而且我也不希望你到处去乱说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说，我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，最好你自己去说清楚。刘烈，那天晚上你扶一天进房间发生了什么？我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。你玩这种小把戏，不觉得过分了一点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以为你谁啊？我是康平。我告诉你，我没玩什么伎俩，那天的误会是他们俩的事儿，而且我也跟你说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不想再跟你说了。
一天，你的游戏软件明天就要测试了，准备的怎么样？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李总知道我们是好朋友，怕影响检测的公正，要我不参加。你不参加？是啊，他派我去见客户。不过管他呢，到时候啊，我陪你去，谁也拦不住的。那你的生意呢？我觉得，生意是做不完的，朋友却是不多的。谢谢你。哎，出租，哎，一天，等一下啊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既然是朋友，怎么会吞吞吐吐呢？我觉得你跟菲儿之间好像有什么误会。哎，我也很纳闷，他为什么不理我？是误会，就要尽快消除才好。可是我不知道，误会在哪里。一天啊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你做晚饭呢？对，我做过红烧排骨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啊，不过不劳动者不得食，要不我帮你打下手，怎么样？那怎么行啊？你是大博士，不能下厨的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还跑过大堂，洗过盘子呢。哼，没关系，剁排骨可是男人的活儿。啊，等等，我把围裙给你，别弄脏了。一天，听康明说你的游戏软件设计的差不多了。啊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我能看看吗？等吃过了饭，你过来看吧。哦，你吃，干嘛把排骨都夹给我呀？我不大吃肉的。那你干嘛买这么多排骨啊？因为你用脑比较多，你很辛苦，应该多补补。你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？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就要互相帮助。再说了，我们现在是室友了。俗话说得好，百年修得同船渡。我觉得，大家既然是室友，就是一种缘分。不妥。我知道这句话的下文是“千年修得共枕眠”。一天，千年的造化，那是另外一种境界了，可遇不可求的。留恋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那天晚上，
我喝醉了酒，我就记得回来开不开门，后来的事情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好像是有人把我扶进去的。我以为是菲儿，看来是不可能的。菲儿现在连理都不理我，不会是……是我扶你进去的。哦，我看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太伤身子了。哦，我想那天也应该是你，这么麻烦你，真是不好意思呀。我总不能看见你睡在门口吧？你扶着我进去以后，我有没有乱说乱动啊？菲儿，你想通了没有？你跟一天之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误会。误会？喜欢一个人就应该相信他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应该相信一天的。相信一天？除非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你喝了酒，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是很少喝醉酒的，所以醉酒以后昏昏沉沉的。我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没听别人说过。你回去躺在床上就睡着了，什么都没动，什么都没做过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榴莲，我欠你的情。吃完了，你去休息吧，我来收拾桌子。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或是看到了什么，都别太在意。真的，你应该相信一天的。我都被你说糊涂了。你知道吗？一天的游戏软件明天就要测试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真的不关心吗？那可是以你为模特做出来的。我们公司很重视这件事，为此还请了上海最权威的专家进行测试。只要测试通过了，就能投放上市，你就可以一炮而红，成为大明星了。能通过吗？他嘴上说没问题，到底怎么样，谁也说不准。那你先帮他检测一下。我是做市场营销的，对软件开发的事情，我不太懂。那他的软件好玩吗？没玩过。操作简单吗？哼，我说过我没玩过。你要是不相信啊，自己去看看呀。我不去。一天很在乎你对软件的看法。他还在乎我？你还记得吗？他说过，让你第一个看的。一天，我不太懂电脑，也许不能给你什么好的建议。哈，这只是个游戏，你来试试吧。好。康平，菲尔。一天啊，菲尔想来看看你的游戏软件。啊，快进屋吧，我刚刚打开电脑。啊。来。你们来啦！我正帮一天看游戏软件呢。我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看的呢。我以为你不想看的呢。凭什么？这是以我为模特做的，不看一看
我还不放心呢。啊，你过来看吧，反正我还没开始呢。我天哪，太逼真了！我简直是身临其境。一天，你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呀？哇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武打设计。一天简直太棒了！3维动画，身临其境，音响效果太逼真了，画面太漂亮了，武打动作新颖刺激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那你说说看。我觉得这个游戏，说策略比不上《三国演义》，说情感比不上《仙剑奇侠》，说参与性比不上《万王之王》，说趣味连老祖宗大富翁都比不上。照你的这种说法，这个游戏是一钱不值了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一天，你看这个武打设计多逼真啊！就是因为动作设计的太逼真了，真实格斗太追求真实感了，所以一点格斗的感觉都没有。你踢他一脚，他有一个反应的过程，等他反应过来，我连打他的兴趣都没了。这本来就是游戏嘛，特别是格斗游戏，就是要玩的人感受到一种超越人体动作所能带来的感觉刺激。我觉得游戏设计不能太过于玩弄技巧，太花哨了会让整个游戏节奏缓慢，玩的人感受不到格斗的那种真实感觉。尤其是格斗游戏，这是最失败的地方。你说我玩弄技巧太花哨了，那么我倒要请教一下你这个高手，什么是技巧，什么是技术呢？虽然我不懂什么电脑设计，不过我玩的游戏可很多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没有灵魂。即使你把游戏动作设计的再真实，把格斗设计的再完美，也不能给人家留下什么印象，因为这里没有丰满的人物，没有动人的情感，没有……对，什么都没有，这只是一堆垃圾。当然入不了你们这些艺术家的眼，满足不了你们这些高贵的人。一天，你别扯什么艺术，我觉得你这个游戏在技术上也有问题，很多地方指令不连贯，动作不能执行指令。对不起，我这个麻省理工计算机系的毕业生，暂时还不需要你来给我当导师呢。一天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都是白费力气。真没想到你是这种狂妄自大的小心眼儿！哼！哎，菲儿，简直是糟蹋我的形象！哎呀，菲儿，菲儿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菲儿她不会说话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游戏软件，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不可能人人说好。哎呀，反正我觉得特别好，真的挺好的。哎，菲儿，你刚才不是在怄气吧？是，我是有气。哎，一天的游戏真的很差吗？我不知道。真的，确实不好。一天啊，康平，康平，昨天菲儿回去以后跟你说什么了没有？他没说什么呀。
也不知道昨天他在我那儿看了游戏以后，说的是真话还是气话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以后再改进吧。不，康平啊，我想再找人把游戏检测一下，请你替我通知李总，我明天再到公司里去，可以吗？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也许，菲尔他说的有道理啊。一天他今天有事，可能不会来了。什么？他今天又不来啊？还要迟一天啊？他在搞什么鬼啊？他明天肯定会来的。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？明天他要是再不来，康平，我拿你试问。我保证，他会来的。啊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你们老板。好，张老板，有人找你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这儿有一个新的游戏软件，能不能把它装到你们的游戏机上，让别人玩玩看呢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。啊，我只是做一个市场调查，请帮个忙吧。好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您请自便吧，请吧。好，谢谢。好。这是新游戏，没玩过。这飞侠真酷啊！哎，就一个女飞侠飞来飞去的，有什么劲呢？换别的玩算了。好啊。康平啊，我现在心里没有底啊，我真的不想再去你们公司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好坏得有个交代呀。我说了，游戏软件有什么不足还可以改进。这件事你拖了好几天了，李总为了这事儿发了很大的脾气。一天，我看好像没那么差吧？动画设计的还可以啊。你是不是因为菲尔说了那些话，所以你就没有信心了？一天，其实你那个游戏还说得过去，当然还有些小问题，不过可以改进的嘛。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真的。我昨天晚上说的也是气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你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你看，菲尔都说你的游戏软件还是可以的嘛。啊，是吗？哼。这个应该是设计，对，有来了啊，好，都来了啊，哎，好，你好。各位专家都到齐了，一天啊，你开始吧。好的。Round 1, fight! Round 2, fight! Round 2, fight!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是怎么停了？是啊。怎么回事？
对不起。哎，一天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很抱歉，这个游戏目前暂时还不能接受测试。一天，康平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你不用管。什么？不能接受测试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非常抱歉，这2天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是我意识到自己的游戏还很不成熟，我不想让各位失望，请原谅。一天，你是不是找到其他投资了，想把我们公司给甩了呀？我以人格担保，我一天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。我只是不愿用不完美的游戏示人。我恳请您让我从零开始，直到我做出完美的游戏，再请各位专家来评判吧。完美？什么叫完美啊？就凭你一句“完美从零开始”就能解决问题了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商场如战场，这可不是儿戏呀！我真的很抱歉，小伙子，你做事可要负责。我正是要为我的作品负责任，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决定？一天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做就是违约，我有权撤走所有的资金，并且要求你赔偿一切损失。我愿意承担协议规定的一切损失和后果。你支付得起吗？你这个疯子！走吧。大家先听一下音乐。这段舞蹈呢，要快乐、高兴，还要充满希望，像是走进春天的感觉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啊。李总已经决定撤出投资，我帮不了你了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所以我不能再欠你了。谢谢你。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做朋友，就不要这么客气。应该谢你，康平，你已经很尽力了。我使你在公司里面很为难吧？没有什么，李总还是很信任我的。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康平？这么多年来，我的学业、我的生活都非常的顺利。从小读书成绩便是名列前茅，各种奖项获得了无数。同学们羡慕我，他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做“大头神童”。后来去美国读 PhD， 虽然吃了不少的苦，但是在学院里面，我年年都可以得全额奖学金。有一阵子，我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神童了。直到测试的前一天，先是菲尔把我这个游戏软件给说的一钱不值。后来我就到一个游戏厅，请游戏迷们来做测试。你猜他们玩过游戏以后说了些什么？他们说这个游戏太没有意思了，没有一点创新。哈，我突然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太没有意思了。我的游戏完全是个失败的游戏啊！一天，你不能灰心，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嘛。放心吧，我一天不会垮掉的。我知道，我必须为自负，为曾经闭目塞听而付出代价，所以我绝不能逃避，我要勇敢地面对。
逃避？我怎么能逃避呢？岂不是太便宜了那个整天自以为是、莫名其妙的、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天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测试没通过？这不重要了。有问题可以改进，没必要把东西都搬走啊。我没有让他们测试。你那天说的很对，我那个游戏1钱不值。1天？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菲尔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并不在乎。我只在乎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不要离开我，菲尔。不，你也不能没有韩毅吧？韩毅的事情早就已经过去了，你就是为他在生我的气，对吗？不，我尊重你的过去，但是，当你无法忘记韩毅，又不敢面对我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到刘恋那儿去找安慰？什么？刘恋？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太会演戏了？你是说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酒？是的。刘恋他扶我进了房间？是的。然后被你撞见了？是的。那你应该看的是清清楚楚的，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。哦，刘恋，你快告诉他，那天晚上确实什么事都没有啊。一天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那天什么事情都发生了。天，你刚才去哪儿啊？
我上楼顶了。你没毛病吧？这么大雨上去淋雨啊？淋雨，感觉脑子还清醒一点。刘店找你去了？他去找我干嘛？给你送雨伞呀。下这么大的雨，看你一人出去，他能不着急吗？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好，我找他去。你干嘛？我也去找他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外面，真让人着急啊！康平啊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出去找她。哎，那你反正我已经湿透了，就当再洗个冷水澡好了。哎，刘烈，刘烈！一天，我到处找你。哎呀，刘烈，雨这么大，你不要到处乱跑。你看都湿透了，你别管我。你不能再淋了。我的身体好，淋点雨无所谓的。你小心着凉啊。我们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菲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每个人都这么奇怪呀？你还说要我相信一天，可是他跟刘恋，他们怎么了？你去问刘恋吧，你还相信他？他都承认了，他跟一天什么都发生了。他说的。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？你应该很清楚，他的话根本就不可信啊。可是我当时亲眼看到的。你只看见了一幕，而我却看见了全部的过程。刘恋福一天进门不过几分钟，他们能发生什么事啊？怪不得今天每个人都不正常了，瞎胡闹！你不知道，我去郊游的时候，我把钥匙亲手交给刘恋，让他帮我照顾一天。他每天在一天那儿进进出出的，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谁知道啊？这中间更不可能发生什么事了。可是现在，怕是日久生情吧？你现在还敢说你有信心吗？是你的，别人拿不走；不是你的，你也得不到。你为什么要吓我？啊，刘恋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如果你刚才突然想起什么，急急忙忙打车出去，虚惊一场也就算了。可是你现在这样算什么吗？啊，我就是想出去吹吹风，淋淋雨。你折磨自己，不就是吓我吗？是我对不起你，刘恋。一天，我想告诉你，那天晚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是我自愿的，不用你负任何责任，你也不用承担什么，真的。快回房间换衣服吧，小心着凉了。你也是。一天，不要再吓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
你知不知道？你越自责，我就越难受。是我，对不起你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不，那天你喝醉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，真的。一天，不要再这样了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住进白领公寓这么多日子以来，我们还是第一次出来看夜景啊。看到这么多的灯，我就会想，上海的灯虽然多，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坐吧。我们几个人都是孤身在上海，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什么朋友。平时除了工作，剩下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寂寞的。你叫我来就是说这些？不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打个比方，一天的朋友是电脑，我的朋友是工作，那你的朋友是阿兰，任菲儿的朋友是谁呢？如果有人伤害了你的朋友，你会怎么办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并没有说跟你有关系啊，刘恋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关于那天晚上一天喝醉酒的事情，你跟一天和菲儿都说了些什么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的意思你很清楚，刘恋。你不应该故意加深一天和菲儿之间的误会。我懒得理你。哎，刘恋，如果你现在去向一天和菲儿道歉，澄清事实还为时不晚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为什么要解释？跟你有关系。你以为拆散了一天和菲儿，你就会有机会吗？刘恋，一天不会爱上你的，不管你怎样费尽心机，都不会有结果的。你是单相思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我走了。我不想理你，刘恋。如果你为了爱违背了良心，那么我对你这份感情也将不复存在。就算我康平看错了你，刘恋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就是这么回事吧。我想我能理解你，但你为什么不让专家们检测完了再说呢？如果那天让他们检测完了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浩瀚，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东西是完美的，包括爱情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追求完美，努力减少人生中的遗憾呢？你这人太极端了。哈，我是不能够容忍平庸。可是你这么做一点后路都没有啊！我需要的不是后路，我需要的是前途。包括你对一个人的爱吗？在爱情和事业上，我都需要完美。当然了，也许两者我都做不到，但是我绝不妥协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
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在电脑的2进制代码中只有0和1，要么是全部，要么就是0。康平，一天那件事，能不能向公司再争取一下？你看他现在那样子。哎呀，他把话说得那么绝，弄得我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，还要我怎么说呀？你就再试一试吧。好吧。